这恐怕是中国最顽劣的一群猴子。2020年以来，黔灵山公园猕猴伤人事件达1.3万余起。说一起典型案例：2025年8月12日，一名女游客在黔灵山景区尝试用香蕉吸引猴子互动，一只猴子突然跳起，踢中其身体，致其失衡，从山崖跌落，造成脚骨骨折。10多年前，还有一起极为惨痛的案例。一名8个月大的男婴在母亲为其换尿布时遭到猴子的突然袭击，男婴的右侧睾丸被猴子扯掉并被吞食。尽管男婴经抢救后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此事导致男婴完全丧失了生育能力。今天我就来到了这座因泼猴而闻名的贵州黔灵山公园，来看看这里的猕猴是否真的无法无天。到达黔灵山公园附近，先吃个早餐。一排包鸡的瓦罐吸引了我，于是就选择了这家鸡汤面。看这架势，应该可以确定这家的鸡汤应该是原鸡熬煮，而不是科技与狠活。事实上味道也确实不错，算是贵州为数不多的不辣的食物。吃起来鸡汤确实比较鲜浓，但也有缺点，就是太油腻。价格15元，不高不低。黔灵山公园免门票，再加上声名远播的泼猴，吸引来的游客那真是铺天盖地。执勤的特警严阵以待，这身装扮英气十足，颇具震慑感。我被游客大潮裹挟着往前走，听到许多游客都在谈论猴子。看来黔灵山的猴子那绝对算是黑红。一方面大量的游客被泼猴们所伤害，一方面人们又被这种伤害刺激所吸引，这让我想起了短视频平台上一脸厌倦庸才生活的大波浪女生，向屏幕喊话：渣男们快来伤害我吧。人类真是一种可笑的生物，特别是在吃饱喝足之后。根据我的观察，绝大部分外地游客基本都是奔着猴子来的，因为大家都在分析哪里的猴子最多，走了不知道多少台阶，传闻中漫山遍野的猕猴，直到现在却一直都没有看到，游客们都有些失望。终于我的长焦手机拍到了第一只猴子，不知道是男是女，也不知道它在猴群中的阶层地位，我只知道它想在人群中增加曝光，以便让他们刷礼物。饮料瓜子八宝粥，奶茶鸡腿牛肉干，也有好事之徒给吃皮蛋，气得泼猴对他施加物理伤害。镜头一转，我拍到了公园保安手中的驱猴利器弹弓。接着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每个公园里的保安都标配了弹弓。这弹弓并不是战略威慑，也不承诺不首先使用弹弓，只要有猴子靠近人群，保安就会发射弹弓，对猴子进行警告式射击，以达到驱赶的作用。野生猕猴也算是保护动物，打死打伤并不是目的，而且我对保安们的狙击精度也并没有信心。弹弓的效果很显著，小石子呼啸着击中树枝发出的声音，足以让他们落荒而逃。至于他们是怎么知道弹弓的威力的，我相信一定是有几只原本岁月静好的猴子，经历了生活的暴击，在孤单的夜里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死去的爱情。保安不但制止猴子靠近人，也制止人靠近猴子。有游客高举黄澄澄的香蕉，对远处的猴子施以诱惑，被保安发现后立即被劝阻。但也有例外，一位背着背包的大姐不断地在山林里行走，似乎是在给猴子们投喂食物，有可能这位大姐是官方人员。还有一位手持稳定器加手机机位的男子，不断地在往猴群集中的地方靠近，应该是在进行拍摄或者直播。自媒体行业就是这样不断的内卷，哪里危险就往哪里去，哪里吓人就往哪里去，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就为了最终能有机会123上链接。我现在觉得大多数人类活得好辛苦，除了人类，其他动物好像都不用上班。街头的流浪狗整天鬼眯日眼，无所事事，然后就是和其他同类搞社交活动，生活悠闲而惬意。唯一要解决的不过是找点吃的，运气好吃到美女们扔掉的舔狗送的蛋糕，哪怕时运不佳的时候，找到一坨屎也能凑合一顿。黔灵山的猴子可比流浪狗待遇好多了，鲜芋牛奶西米露，咸发胶糖维也纳，黄金椰椰黑乌龙，富贵米麻薯牛乳茶。人们的投喂行为可以算是猴子伤人事件的直接原因。黔灵山公园猕猴因人工投喂而导致种群数量不断增长。2020年报告显示，当时黔灵山公园猕猴数量已达1210只。由于猴群数量集中于极小的游览区域，导致猕猴伤人事件频发。黔灵山的猴子为野生猕猴，未经驯化，具有攻击性。长期以来，
游客的投喂行为使猴子形成索食依赖心理，一旦停止供食或游客手中有食物，就可能引发猴子的抢夺和攻击行为。黔灵山公园位于省会城市中心，常年游客多，猕猴种群数量过大，抢夺食物和伤人事件频发。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黔灵山公园猕猴伤人事件达1.3万余起，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黔灵山公园猕猴经常向外逃逸，猕猴进小区、进学校、进超市屡见不鲜，甚至有多次进地铁的情况，损坏路灯、监控、变压器等公共市政设施时有发生。同时，猕猴密度过大且与密集人群近距离接触，抓伤游客等，极易引发肺结核等人猴共患传染性疾病。黔灵山公园工作人员表示，公园不具备接种疫苗的条件，仅能对伤口进行紧急的基础消毒处理。如游客到医院接种疫苗，公园只报销狂犬疫苗费用，破伤风和血清不报销。当然，这也要分情况。游客如果因意外被猕猴咬伤，可以到公园管理处进行登记，公园会支付基本的狂犬疫苗费用。若游客主动逗弄、投喂猕猴，则公园可不承担补偿责任。针对猴群引发的诸多问题，黔灵山公园管理部门多次组织专家进行了论证。专家建议将黔灵山公园半野生猕猴种群生态承载量逐步控制到不超过396只为宜。从2022年开始，公园批捕了400只猕猴，这些被分流的猕猴全部明确用于种群繁育或科普展示。黔灵山公园除了看猴这一特色，也是本地老年人的重要活动场所，规模庞大的演出团队，还有巨量的灵魂舞者。这位老哥以社牛的气势、销魂的舞姿，践行着我不尴尬就轮到你尴尬的普世真理。在黔灵山公园旁边有一个人气十足的市场，蔬菜水果、食品小吃、玩具百货，种类繁多，人气旺盛。最近几年也成了外地游客必逛的打卡地。都掉了哈。我3块。29块39很小，31块6是31，29块20，这个哈，这个谁的？是3块啊，但是卤太好了，做不能太少了。我下45。我要一个皮蛋煎要点，这是标配，标配啊！我可以要一半吗？哦，那你就帮我要一份这个呗。土豆皮蛋都能加。打包。要皮蛋是吧？要。土豆要吗？土豆不要。
拌好称。加皮了，34。34啊。几双筷子？一双。还有香的小菜馆，还是福建嘛？哦，你那拿出饭收起发动程1元。来10块钱的。起销权3元。这5块钱3个，要不就拿5块钱的5块钱。来了来了，没有包子啊，快10件。接的是人家大爷还有一圈现炸的手指啊，各个系列花扎是吧？口感好得很，2块钱，2块钱，2块。